有些军旅剧光看定妆照就出戏，有些剧满脸是泥也能让人瞬间破防。今天这5部国产军旅剧才是真正的天花板。第5部《雪豹》，周卫国不是天生英雄，他一开始只是个富家少爷，可家破人亡后，他被现实硬生生逼成了一把刀。这部剧最狠的地方就是不造神，他会冲动，会犯错，所以成长才更扎心。尤其是他和竹下俊那条线，曾经惺惺相惜，最后却只能战场相见。第4部《我是特种兵》，2011年的《我是特种兵》直接拉高了国产现代军旅剧的天花板。小庄最开始只是个带着傲气的大学生，从顶撞班长到熬过魔鬼训练，再到一次次被现实狠狠干趴下，他才慢慢成长为古朗突击队最锋利的那把刀，同生共死，忠诚祖国。这句誓言一响，很多人的青春热血就回来了。如果你看过这部剧，一定忘不了那段属于青春的军旅记忆。第3部《火蓝刀锋》，别总觉得最燃的军旅剧都在陆军。当年《火蓝刀锋》播出后，很多人才第一次真正注意到海军陆战队。这部剧最绝的地方是前面让你笑，后面让你哭。蒋小鱼油嘴滑舌，鲁岩冷傲，张冲满身蛮劲，怎么看都不像正经兵。可越往后看越发现，大海不仅能磨掉他们的棱角，也能把他们磨成真正的战士。真正让人破防的是龙百川和刘小山。当年轻人亲眼看到前辈把责任扛在肩上时，他们才真正懂得什么叫军魂。他最厉害的地方不是喊口号，而是把责任和战友拍进了观众心里。直到现在，那把火蓝匕首依旧是很多人的白月光。第2部《士兵突击》，士兵突击为什么能封神？因为许三多太像普通人了，他不聪明，不会说话，连走队列都被人笑，所有人都觉得他根本不适合当兵。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个孬兵，靠着一句不抛弃不放弃，硬生生把自己熬成了钢七连最硬的兵。333个腹部绕杠那场戏到现在都是国产剧名场面，别人撑不住时，他还在咬牙死扛。这部剧最狠的地方是他从来不造神，成才了现实。561的不服输，高成的嘴硬，史金的温柔，每个人都像真实存在的人。他真正打动人的是告诉所有人，真正的成长不是突然逆袭，而是在没人鼓掌的时候，你还愿意继续往前走。第1部《亮剑》，如果国产军旅剧有天花板，《亮剑》一定在上面。李云龙最让人上头的，从来不是打赢了多少仗，而是那股明知打不过也敢亮剑的痕迹。很多抗战剧喜欢把主角拍成完美英雄，但《亮剑》偏偏反着来。李云龙脾气暴，不守规矩，还总喜欢跟上级硬顶，偏偏就是这样一个浑身缺